2023你不容错过的韩式恐怖电影《水鬼》惊悚来袭，山林深处的优美湖泊，岸边神秘的阴暗大宅，四肢灵活的诡异老太，接连死亡的无辜护工，神出鬼没的水鬼怨灵，以及误入老宅的调皮女孩，众多恐怖元素相结合，究竟会呈现出一部怎样的京剧神作？影片开始便是高能，正在擦地的护工忽然发现走廊尽头好像站着一个人，打开灯后却又什么都没有。可再次关上灯，那人又出现了。然而再次打开灯，又是什么都没有。不出意外，关灯后对方再次出现，这次护工被吓得瘫坐在了地上。第二天，女主宝来正赶往那座大宅，为了还债，她在债主的介绍下成为了那里的新任护工，而债主实则是盯上了大宅内消失的名贵钻戒，只要他能偷到那枚钻戒，所有债务便可一笔勾销。然而宝来刚下车，就看到水库边上围满了警察和村民，一具女尸浮在岸边。奇怪的是，他好像还在盯着岸边的宝来，他被看得脊背发凉，拉上行李箱就匆匆离开了。殊不知那具尸体正是昨晚的那个女护工，也就是他的前任。画面来到大宅内，左边的这个胖女人是宝来的雇主，中间正在啃排骨的则是他这次要照顾的老太。胖女人给宝来制定了2条规则，一是不准带任何人进入大宅，尤其是孩子。宝来听后娇躯一震，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行李箱，好在胖女人没有发现异常。这第2条就是不要靠近外面的湖，据说那里闹鬼。接着胖女人带宝来熟悉了一下环境，然后就离开了，下周末才会再过来。胖女人一走，宝来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间，慌张地打开行李箱，但偌大的行李箱里好像少了什么。就在他心急之际，一个小女孩跑了进来，原来宝来是个单身妈妈，生活所迫，她不得不把女儿小雅也带了过来。她叮嘱女儿平时不要乱跑，就待在这个房间里，如果有人来就躲到衣柜里。安顿好女儿后，宝来就开始从老太太那里打探钻戒的消息。可没一会儿，他就发现这个老太太只是一个单纯的老年痴呆，甚至直到现在才发现宝来是个新来的护工。就在这时，墙上的壁纸忽然脱落，宝来上前抚平，结果却沾了一手的不明液体。老太太慢慢起身站在他身后，把宝来吓得一激灵。没想到老太太却问他是不是带人来了，宝来自然不能将女儿的事情告诉他。第2天，老太太在走廊里跑来跑去，宝来一路追到一间房外，老太太一言不发地指着房门，宝来推开一看，竟然是一间布满灰尘的仓库，说不定钻戒就藏在这里。于是安顿好老人后，他便借着打扫卫生的名义，在那间房里翻箱倒柜，忙活半天却连钻戒的毛都没发现，却看到一个写着秀英2字的箱子，里面装的都是些儿童绘画。忽然他发现窗帘后好像有人，掀开一看，竟然是自己的女儿，还在墙上画了一幅奇怪的画，明显可以看出环境和房外如出一辙。只是这个恐怖的小女孩是怎么回事？他询问女儿画的是什么，可女儿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而且变得不肯开口说话。就在他愣神之时，女儿忽然跑了出去，宝来急忙上前追赶，可这时雇主却打来了电话，他只好先去接听。雇主询问他老人状况如何，还再次交代一定不要靠近外面的湖。话音刚落，宝来就透过窗户看到女儿向湖边跑去，他急忙扔掉电话来到湖边，却发现湖面正好冒出几个泡泡，他还以为是女儿溺死，可下一秒女儿又从另一边跑了出来，身上还是湿漉漉的。宝来很生气，让她以后不要再调皮了，可女儿却还是一言不发。回去后，宝来正准备给女儿洗澡，女儿却在地上玩头发。宝来见状试着从地漏里拉出，可却发现怎么拉都拉不干净。正疑惑呢，忽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，他关掉水龙头，嘱咐女儿在这里等他，然后来到门口查看，一个奇怪的小女孩正站在门前，问宝来是新来的护工吗？还说她是这里的第6个护工，劝他赶紧离开这里。宝来听得一头雾水，殊不知此时浴室的水龙头奇怪的再次打开，没一会儿水就漫到了地上。小雅站在原地不敢乱动，可身后的水流忽然变成了红色，下一秒一双手慢慢的从浴缸里伸出，一把将小雅给拉进了浴缸。女人来到浴室，却不见女儿的身影。她四下寻找，结果却看到老太太房间的门缝下伸出了一只血手。她急忙打开房门，却看到老太太正站在窗前自言自语。她看到有人进来，上前一把抓住宝来，不停地摇晃，还把她推倒在地，撞晕了。等宝来再次醒来时，老太太不见了，却在外面听到了音乐声。她循着声音找到一个房间，发现老太太正抱着女儿玩耍。她急忙上前抢过女儿，可女儿却直接挣脱，再次扑进老太太的怀里。宝来发现女儿的脖子上挂着一把奇怪的钥匙，他寻思应该是藏钻戒的钥匙，便没有多嘴。可事情的发展却越来越怪异，女儿和老太太的关系也愈加亲密，还在房子里玩起了捉迷藏。眼下宝来也管不了那么多，一心只想着抓紧找到那枚钻戒离开这里。另一边躲在床下的小雅在衣柜旁看到了一个兔子玩偶，她捡起兔子把玩，却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床下爬出了一个恐怖的人影，下一秒她就被推进了衣柜里。宝来和老太太听到动静赶来，好在小雅人没事。转眼来到周末，今天是雇主胖姐过来的日子，眼看着汽车已经近在咫尺，可小雅却死活不肯躲进衣柜，她只好谎称玩捉迷藏，让小雅自己找地方躲好，随后才出去迎接胖姐。却遇见一个村民在和胖姐沟通，说想在大宅里举行一场驱魔仪式。胖姐自然是没好气的将其赶走，可临走时那个女人又对宝来说，让他赶紧离开，否则就会有危险。宝来一脸蒙圈，胖姐却说这帮村民太坏了，不就是淹死了几个人吗？和我家老太太有什么关系？来到房内后，胖姐问老太太最近状态怎么样，如果发现她清醒了，一定要及时通知自己。宝来随口答应，此时他的心思完全在女儿身上，生怕她没藏好被胖姐发现。忽然听到客厅好像有动静，于是便找了个借口出来查看，果然看到女儿在到处乱跑，他急忙示意女儿找地方躲起来，没想到胖姐却悄悄走了过来，好在老太太及时跳出来发疯，女儿这才没有被发现。胖姐一脸疑惑，但也只是警告宝来不要耍什么花招，然后就离开了大宅。
宝来赶忙去找女儿，可却发现女儿正和老太太玩一只死鸭子，蘸着鸭血乱涂乱画。宝来气得大发雷霆，可老太太却抢过小雅抱在怀里，嘴上还说着不准欺负我的女儿。女儿貌似也很听她的话，宝来当时就亚麻呆住了，怎么自己还成了外人？晚上睡觉时，他又感觉有水滴在脸上，抬头一看，天花板在不停的渗水，女儿也不见了踪影。他急忙出去查看，老太太的房间里也空无一人。忽然又有什么液体滴到脸上，宝来抬头一看，竟发现老太太像蜘蛛侠一样趴在天花板上。宝来吓得连连后退，而老太太却诡异地爬了过来。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，女儿也就躺在身边。宝来赶紧去洗把脸清醒一下，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墙上有个人在爬行，擦脸石头上还有头发垂下，可再一抬头却什么都没有。他好奇地出来查看，一路来到了院子，却又在一个小屋里看到老太太正抱着女儿说着听不懂的外语。他还以为会有钻戒的信息，便拿出手机录像，可下一秒老太太就发现了他，来到窗前呵斥：“是我的女儿，你是假的，别听她的，我会保护你的。”可老太太又好像不是在冲着他说话，宝来一脸懵逼。可再一回头，身后却多了一滩水。这下宝来是受够了老太太的鬼话，直接给她灌了一杯安眠药，然后到外面透气。结果又遇见了先前的那个孩子。这次得知老太太原来是个华侨，有个死去多年的女儿叫秀英，所以会把适龄女孩认成自己的女儿。宝来想起了那个署名的纸箱，立刻回去翻找，果然发现了一本册子，里面贴了很多报纸，都是关于孩子溺死在湖里的新闻。不过他还惊讶地发现了关于钻戒消失的新闻。这下宝来坚信那个钻戒就在这所房子里，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城里的债主，可是手机却没有信号。他来到湖边搜寻，却意外撞见一对正在做法的男女，一问才得知，老太太家里已经死了5个护工，而且都是老太太害的，就连更早时溺死的孩子们也都是她所为，因为湖里的水鬼附在了她身上。宝来听后非常紧张，难道是这个原因胖姐才不让她带孩子的吗？他急忙跑回宅子，刚进门却发现满地都是水渍，难道真的有水鬼？但此时他也管不了那么多，四处寻找女儿，最后却在老太太的房间里找到了女儿，可老太太却不见了。他询问女儿发生了什么，女儿却只看着窗外发抖。宝来看向窗外，发现湖中有个人，他立马让女儿躲进衣柜，自己则跑出去查看。湖里的人果然是老太太，他赶紧做起了心肺复苏，可老太太却没有任何反应。恰巧此时胖姐的汽车在远处出现，这还真是来得巧。宝来只好把老太太拖回大宅，扔到床上并盖好被子。这个老太太已经没了呼吸，可护工却告诉雇主她只是睡着了。胖姐看到地板上全是水，执意要进门查看。只见老太太正安静地躺着，看起来像是真的睡着了。胖姐便没有在意。宝来忽然发现老太太的一只脚露在外面，上面还沾满了淤泥，便偷偷凑过去盖上。胖姐离开后，她马上打开衣柜，可女儿却又不见了踪影。她急忙四处寻找，可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，却又在那间仓库里撞见了胖姐。原来她早就发现宝来举止异常，所以假装离开。她指着墙上的画问宝来是谁画的，而且她好像还知道这画的含义。见胖姐如此气愤，宝来只好承认自己是带女儿一起来的，画也正是他女儿画的。谁知胖姐听后却脸色大变，说房子里的怪物又盯上了宝来。先前的几个护工临死前也都说在房子里看到了小女孩。宝来一听还真是蒙圈，我都承认了，你咋还不信呢？接着胖姐就让他赶紧滚蛋，否则也会像其他几个护工一样死在这里。可宝来还没找到女儿，怎能就这样一走了之？胖姐抓着他的头发将他扔出房间，宝来则趁他不注意，直接拿起花瓶将他砸晕。接着他继续寻找女儿，一直没找到，却发现老太太又不见了。最后他一路找到湖边，湖里传出了女儿的声音，他也像被迷惑了一样，径直走向湖里，直到彻底被淹没。而湖里也出现了一双手，试图把他拽向更深处。好在先前做法的女人及时相救，而且女人还告诉他，她曾亲眼看到老太太的一个护工被水鬼拉入湖里淹死。从那以后，村里的人都不敢再接近老太太，甚至小孩们都被送出了村子，有钱的大人也都离开了。可此时宝来还不相信有什么水鬼，他再次回到大宅寻找女儿，却发现那个老太太还没有死。宝来求他告诉自己女儿在哪，可他却好像失忆了一样走出房间。没多久，宝来就透过窗户看到老太太站在雨中，冲着树后大喊我要杀了你。而慢慢的树后也真的出现了一个女孩的身影，这幅场景和女儿小雅的涂鸦极其相似。难道树后的是老太太女儿的鬼魂？等宝来想再仔细看看时，两人却都消失不见了。宝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只想尽快找到女儿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最后他在老太太房间的衣柜后面发现了一个暗门，宝来点着火柴走了进去，墙上发现很多看不懂的中国字。最后来到一个满是灯笼的地方，他发现了一个保险柜。这时他又想起了那枚钻戒，摸摸胸前的钥匙，他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可刚要打开，一抬头就看到了女儿小雅。他也不管什么保险柜了，赶紧跑过去抱起女儿。好在女儿还活着。就在这时，暗室突然开始漏水，难道是那个水鬼来了？他急忙抱着女儿逃走，可刚出来就又碰到醒来的胖姐。他看到宝来身上的钥匙，再看看后面的暗门，立马拽下钥匙冲了进去。原来老太太只是他的远方表姑，照顾老人也只是为了那枚钻戒。宝来自然没有争抢，而是拿上胖姐的车钥匙准备逃走。可一出门就又遇见了老太太，而此时的他也好像清醒了许多，说黑夜离开不安全。可宝来一心只想尽快逃离这个鬼地方，一脚油门就开走。此时房内的胖姐也终于拿到了那枚钻戒。就在他为此兴奋之时，忽然又被什么东西给拉进了衣柜里。
另一边的宝来还没开出去多远，周围就被大雾笼罩，结果一不小心差点冲进湖里。就在母女俩惊魂未定之时，后座慢慢冒出了一张鬼脸，女儿被吓得跑出车子，宝来立马下车追赶，来到湖边却亲眼看到女儿一跃而下，他二话不说跟着跳了下去。他抱住女儿往上游，可女儿却忽然死死困住了他。他低头一看，怀里的根本就不是女儿，眼瞅着两人正在缓缓下沉，老太太忽然跳了下来，抱着那个水鬼缓缓沉入了湖底，最后还不忘告诉宝来带着女儿好好的活下去，别像自己一样后悔。宝来爬上岸后，却不知去哪寻找女儿，可女儿却忽然出现在了面前。原来她一直在和妈妈玩捉迷藏，而先前宝来看到的女儿都是水鬼制造的幻象。事后宝来向警方报告，警察告诉他，老太太的女儿20年前掉入湖里溺死，老太太便因此患上了精神病。警方也翻译了他拍的视频，当时老太太在窗口说的大概是：“你不是我女儿，你是假的。”此时宝来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老太太一直不愿相信自己的女儿死了，所以才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女儿。而当化身水鬼的亲女儿找来时，她却说对方是假的，而且她之前在村里见的小女孩应该也是水鬼幻化的，为的就是不让别人抢走的她的母亲。可母亲一次次的伤害她，她才对母亲身边的人下手。而老太太在宝来逃走时，其实已经清醒了过来，意识到自己的女儿化为水鬼在害人，所以才阻止宝来连夜离开，甚至最后跳入湖中救下宝来，和女儿一起沉入了湖底。